玩完环球影城，马上搭地铁到京都，入住位在京都车站附近的温泉饭店。这是要用房卡感应的电梯，房间不大，门后有拖鞋，有5、6件衣服的挂衣空间。饭店有提供浴衣。洗手台下是冰箱，具有独立的冰箱电源开关。附有免治坐垫和洗手台的马桶。淋浴空间是一体式的，拉门后是起居空间。这里后来变成我们摊开行李箱的空间。床头还有夜灯和插座。京都车站附近少有的温泉饭店，晚上当然要来泡汤。在入住时，柜台有确认会有额外入浴税，有室内温泉、冷泉、露天温泉，还有烤箱。泡完汤还有免费的冰棒可以吃，超赞！另一个超赞的地方是，每天晚上都有免费的拉面宵夜。酱油汤底加入荞麦面，再放上笋干、葱花和海苔。简单，却让每一位旅客吃得津津有味。配上在京都车站东洋亭买的草莓蛋糕，以及经典的百年布丁，结束疲惫但充实的一天。第3天要从清水寺开始，沿着3年坂、2年坂，再到八坂神社，晚餐到仙斗町的居酒屋用餐。走在清水坂两旁，店家最多间卖的就是八桥。清水寺的正门仁王门，过去曾被烧毁而重建。在正门斜后方的西门是京都著名的日落景点之一，但不能穿越西门，只能从旁边的石阶经过。满满的绘马挂在随球堂外的绘马架，以求保佑。这里有著名的体验，随球堂胎内巡游可以参加。
有着清水寺不可思议之一围瓦的三重塔。门票上是三重塔和清水舞台。这是变气五和尚使用的大小铁杖和铁鞋。可惜遇到地主神社正关闭整修中。在清水寺买了第一本玉珠印账，作为后续日本旅行的参拜证明记录。从奥之院可以一览国宝清水舞台被树海围绕。奥之院回廊旁的祠堂供奉的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夜叉神。英语瀑布三道细流代表着学业、恋爱、长寿。从下方仰望清水舞台的结构真的很壮观。平台是沿着悬崖以139根榉木，没有用任何钉铆搭建而成。不是这边就离开清水寺，接着要从清水板开始逛起。有名的伴手礼八桥，在清水板光本家西尾就有2家店面，口味有很多可以选择，也可以试吃。还有清凉的宇治茶可以喝。接着逛到以锦扇出名的景谷堂，各式各样和风的袋子、小物都好精致漂亮。决定为我们的玉珠印账买个好看的袋子收好。网络上很推这家的栗子双麒麟，但是因为栗子太香了，后来买了6颗栗子铜锣烧。另外一家本家西尾八桥人潮较少，不过有2楼内用区，后来就决定在这家买八桥当做伴手礼。本来想来吃以豆腐料理而闻名的清水顺正欧卡贝家，但店家表示当日都客满了，太小看清水寺的人潮了。于是我们找到对街的一家精料理日月庵。
我们点了天冻，也就是炸虾天妇罗冻。另一份则是英语御膳。总共有9道。烧烤鲑鱼、豆腐甜乐，一个是玉味噌，一个是赤味噌，味道很香。最后还有甜点红豆糕，京料理十分精致，口味也不错。2年版。吃饱后要继续往3年版前进。发现这次的目标日本吉田包，赶紧来去逛逛。店内就没有拍了。经过明宝野亭，是坂本龙马留宿过的旅店，后来改为贩售京料理，但现在已经歇业了。优佳雅同样是100年老店，原本化妆品受到艺伎、歌舞伎喜爱，现在是稀有面子，最受大众欢迎，但店内是禁止拍摄的。这样的日式铜制羽链，美观又能有不错的排水效果。逛累了，到有名的藤菜美本店休息享用下午茶。这里主要是卖酱油团子、抹茶团子、蕨饼和落水，也就是冰抹茶。可以单点，也可以搭配成套餐。冰抹茶可以选无糖，配上抹茶冰淇淋的甜刚好互补。另一杯冰抹茶就选加糖，微微甘苦，不会太甜。抹茶团子口感偏软烂，刚烤好的团子淋上酱油，再搭配黄豆粉，是我最喜欢的口味。店里放里面，它的外面的话，它日本都是店里面就是往日本再去看它的米奇巴大正初期就开辟的2年版，两旁的日式传统建筑就像走进电影里一样。从门口看得到世界唯一有榻榻米座位区的星巴克，是改造大正时期日本传统民宅。单向通行的楼梯上到2楼，日式羽链改造的灯饰。榻榻米区需要脱鞋才能进入。这是有经过吉卜力工作室授权的巷子共和国。除了周边商品外，店内也有许多值得留意的摆设。
还可以和大龙猫一起等公车。这只是魔女宅急便的黑猫吉吉。食品小路这里立了标示，除了商业申请外，路内禁止拍照摄影，所以只从巷口往里面照了一张相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没有进去高台寺了。我们也得到了圆德院的玉珠印，原来也有这种印刷好的玉珠印。可以看到人力车在一年坂和宁宁之道间往返。从清水寺方向过来，就会从南楼门进入八坂神社。八坂神社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。每年7月的日本3大祭典祈源祭，就是在这里举行。八坂神社的武殿是举办各种祭典和结婚仪式的地方。武殿围栏上可以发现有3种徽纹。武殿上方挂满了附近奇缘商店奉纳的白灯笼。本殿建于1654年，主要祈求可以结缘。神社内有许多社末社，是由主神社管理的小型神社。武殿旁就是纳札所，顺利得到八坂神社的玉珠印。7月祈源祭也会有限定版的玉珠印哦。这座北向智子神社的主神是世代主神，被奉为商业繁荣之神，可以保佑生意兴隆。这座义神社是祈求免除疾病。离开八坂神社后，我们沿着4条通边逛边走去仙斗顶。口袋名单的茶寮都路里，不管本地人还是游客都很多，看到要排队，只好作罢。中华菜馆，看到我正要吃的。离预定的晚餐时间还没到，就先逛逛仙斗顶。走到底会有斜坡可以走下来压穿，好多人会坐在河堤聊天。走回仙斗顶，慢慢开始有晚餐的人潮。我们要在这个有120年历史的日式老屋中享用晚餐。楼梯比较陡，要小心走才行。有定位被安排在包厢用餐。店家也有准备英文菜单，不过英文版没有写到招牌的萝卜糕卤肉。
大家比较不习惯清酒的味道。其实就是萝卜糕加卤肉，非常下饭。这家居酒屋也有看到很多日本上班族来光顾，价位一人平均大概1000多台币，食材新鲜，口味很有特色。仙斗町的餐厅大多是适合聚餐小酌的居酒屋或烧烤店。饱餐后沿着高濑川散步，今天从清水寺到仙斗町一路吃逛逛。小小一区，却还有好多地方还没逛到，只好留到下一次再来探索喽。今天的影片要告一段落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订阅我们哦。敬请期待下一集京都大阪的影片哦。